它们是20世纪中国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之一。400余尊精美的佛教造像诞生于公元5至6世纪，它们曾被深埋地下，而在黑暗中得以跨越千年。而今天，这些刚刚醒来的沉睡者，将为我们开启来自遥远历史的秘密。1996年10月的一天，青州市一所学校正在为修建操场而紧张地施工。一只轰鸣的推土机似乎感到有些异样，工人们走到车前，扒开浮土，一幅惊人的场景出现在他们的眼前。青州佛像窖藏随着这次偶然的发现被开启了。青州市博物馆位于青州市区的中心位置，从博物馆的顶楼向下望，当年挖掘出佛像的地方与博物馆仅有1墙之隔。夏明才作为当时青州博物馆的副馆长，曾亲自前往佛像窖藏现场进行勘察。窖藏位置就在这儿，它东西长8.6米，南北宽6.7米，东边边沿抢救性组织专家前往青州进行鉴定。青州地处山东半岛，这个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的古城，曾经是中国古代9州之一。今天的青州，许多留存的遗迹仍在默默讲述着这个城市往昔的辉煌。那么，青州佛像的出土又将开启哪些来自遥远历史的秘密呢？事实上，鉴定的工作并不困难，考古学家不需要太复杂的技术手段，就从题材和雕刻技法上判定。这一批佛教造像绝大多数完成于公元5到6世纪，当时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动荡的时期。在基督诞生后第1个千年的中期，同样的事件几乎同时在欧洲和中国发生。古罗马帝国在北方异族的压力下走向灭亡，而当时统治中国的庞大汉族王朝晋朝，也在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不断冲击下走向分裂。汉人的流亡贵族在南方延续着汉族王朝的统治，北方则出现了由多个草原民族控制的割据政权。公元439年，来自大兴安岭山脉的鲜卑族建立北魏，统一北方。此后，在北方又相继出现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5个朝代。这2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最动荡的时期，历史学家称之为南北朝时期。青州的佛教造像大多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完成的。青州佛教造像中，年代最早的是北魏晚期的作品，数量不多，其中绝大多数是这种带有背屏的造像。
在16国时期，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燕国，南燕，他就是相信佛教的，他而且呢，他就相信，就出现就有一种那个祥瑞啊，所以出现这祥龙啊，出现这个东西，所以呢，他叫那寺院呢，就用龙来起名这个寺院，就说这个祥龙，就这个飞翔着这龙，这样做一个强烈出现，也就是在青州地处，所以其他地区没有这么多，所以我们在青州的造像里边出现这些降龙的，这个和它有它的本身的发展的特点。无独有偶，在龙兴寺遗址上还曾经出土过一个龙柱，龙柱上的盘龙与佛像上口吐莲花的飞龙，不禁让人对龙兴寺产生一些奇异的联想。因为龙兴寺这个名字中也带有一个龙字，那么这些雕刻精美、栩栩如生的龙，在遥远的历史中曾经营造了怎样一个生机勃勃的动感世界呢？北魏至东魏时期的造像中，佛像身后的背屏用来表现佛主身上闪耀的佛光，这是佛教世界里众神不同于凡人的一个重要标志。背屏也成为一个表现佛教世界的载体，在许多背屏的上部都用浮雕手法精细地刻画出一组飞天的形象。这些佛教世界中美丽的天使，身子飘然欲飞，与中国敦煌佛教石窟壁画中的飞天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联系。他们妖娆的身姿飘然欲飞，烘托出极乐世界的美好。极乐世界是佛教传说中的天国，要想到达这一最为幸福的彼岸世界，就必须要经历人生最为痛苦的磨难。飞天下面这些用彩绘方法描绘出的熊熊火焰，就象征着这一痛苦的过程。对于当年的造像者来说，这些火焰也许并不只是一个象征。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阴谋、背叛和杀戮的大动荡年代，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或是地区可以幸免。在这样一个时代，宗教显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已被来自中亚的商人和僧侣传入中国，但一直影响甚微。公元4世纪以后，随着中国汉族王朝的崩溃以及孔子建立的儒学权威地位的动摇，佛教才在中国得到空前发展。北魏建国后，佛教逐渐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北魏的皇帝、皇后和一些王室贵族都是积极倡导佛教的虔诚信徒。巨大的石窟佛像因而在这时开始大规模兴建，造像的模特据说就是皇帝本人。而在民间，佛教也成为人们在战乱与苦难中寻求解脱的诺亚方舟，各地都出现了造像热潮。这是一个宗教信仰无比热忱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偶像而且大规模制造偶像的时代。造像的风潮也同样出现在青州。南北朝时期，青州是南朝和北朝之间联系的纽带，而作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带，青州也成为佛教石窟、佛教造像集中的地区。今天，在青州市附近还保留着几处公元6世纪到7世纪建造的佛教石窟，它们正是佛教繁盛的时期建造的。
与这些石窟同时建造的，当然还有大量的寺院庙宇，以及庙宇中供奉着的佛像和菩萨。从隆兴寺石碑中的记载可以推断，当时隆兴寺被称为南阳寺，是当地最重要的寺院。寺内有高高的佛塔和雄伟的佛殿，一尊高达3丈9尺的巨佛耸立在佛殿中央。在隆兴寺遗址出土的这批造像中，虽然没有找到体量巨大的佛像，但有的造像不算基座也已高达3米，而且它们的雕刻技法是如此精湛，这不禁让人猜测，是谁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雕造了它们？我认为是隆兴寺一批专门从事这种职业的僧人。咱们现在西藏喇嘛教，他寺院里边有专门做酥油花和绘制唐卡的一批艺人，而当时我认为隆兴寺也应该是这样，他们怀着对佛对菩萨非常虔诚那信仰敬仰崇拜那种极其复杂的心情，把每一座每一刀全部倾注在每一尊造像上边。当然，这只是一个合理的假设。谁是这些佛像真正的创造者，至今无从查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青州地区当时的佛像雕刻技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深的水平。青州的佛教造像，绝大多数都是用石灰石雕刻而成。这种石灰石是青州盛产的一种石材，当地人称它为青石。青石质地细腻，硬度适中，特别适合制作精美的雕像。利用青石进行雕刻的传统，至今仍在当地延续。不少工匠是绵延几代的石刻世家，他们会是青州佛像造像者的后人吗？
像上自然也深受南方汉族王朝的影响，响应并且主导了造像的汉画风格。接近汉人的体态和中国传统样式的长衫，这种潇洒清秀的风格一直延续到公元6世纪上半叶的东魏时期。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些公元6世纪中期以后北齐时期，说明这个当时的文化交流的，就是说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它有这个北朝时候很多这个少数民族鲜卑族啊、拓跋部，他们学习汉族文化，吸收汉族文化，然后在这个体现在这个佛像上是中国化了。然后到北朝晚期呢，他这个开创的统治者高欢呢，他自己是汉人，但他是鲜卑化的汉人，他在这个北方六镇长大，从小都是受到鲜卑的那种胡俗，胡风胡俗熏染大的，所以在北齐的这个王朝，胡风很盛啊，他们就是对这个胡人和胡风看得很盛，和这个当时和新疆地区的交往也很多啊，这个很可能就是佛像印。
繁盛的青州，他们烧香拜佛，祈求在乱世中得到佛的保佑。人们甚至不惜拿出巨资积蓄捐造佛像，他们被称为供养人。在青州龙兴寺出土的佛像中，这尊北魏年间的造像镌刻着供养人的题记。这是一个名叫韩小华的女子，她似乎孤身一人。她在题记中详细地列出了她死去的丈夫和亲人，希望神灵记住他们的名字，保佑他们能在下一个转世轮回中平安富贵，虔诚侍佛。从造像的尺寸和雕刻上推测，韩小华也许并不是一个富有的女子，或许她是拿出全部积蓄捐造了这尊佛像。透过造像上的题记，我们可以获知更多佛像背后的信息。在青州出土的佛像中，这种带有题记的造像却少之又少。我们可以发现，少量刻有题记的造像，文字都被镌刻在造像的侧面或下面。而在古代，在制作造像的同时，还会再制造一个底座，在底座上刻印上有关这座造像制造的信息。但在青州龙兴寺出土的这批佛像中，却几乎找不到一件刻印着题记的底座。我们发现它有一个榫卯，但是呢，它这个方座并没有一起发现。换句话说的就是说，这个很多造像呢，它带有发愿文的这种底座，这次没有发现。所以我们建议，当时曾经我们建议以后做兴圣寺这个龙兴寺的遗址发掘的时候，我们推测估计啊，很有可能会发现很多带有发愿文的这种石像的座。在窖藏坑的中部，有一条从坑口深入坑底的斜坡，这应该是当年的挖掘者特意留下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运放石像。窖藏坑内的造像绝大多数都被严重毁坏，但这些被毁的造像残件在坑内仍然排放有序，大致按照上、中、下3个层次放置，较完整的造像。
按3层摆放整齐，而佛像身上烧过的痕迹，应该是烧纸烧香留下的印记。这个里边有一种泥塑，现在正在研究着吧，有一些争议。它的泥塑是一个陶盆儿，大30多公分直径的盆子，就老百姓普通用的盆儿盛着的。如果这是一种干的泥塑，它不需要用这个盆子盛着。倒在那个地方，那个泥塑本身被压得特别扁，勉强能辨认是一尊佛像。它里边泥塑那个和泥的料不是一般的东西，而是人的骨灰。所以我认为是一个僧人的骨灰。可能是正巧啊，隆兴寺有个僧人圆寂了，所以用他的骨灰做的这种像，让他去再重新守护着这些神像吧。然而，青州佛像是否毁于金人南侵，仍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人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个猜测提出了质疑。如果说是这种东西成立的话，那我们金代如果金人南侵在别的地方也应该发现毁佛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其他地区并没有找到这个例子。而且呢，事实上我们比如说在陕北地区发现很多有金的这个纪年的这个题记的发愿文，就证明那个时候其实人家还是在有佛教活动，而且造像啊，那个信徒还是在石窟里面造像啊。那所以这个东西就反过来，我就觉得能证明金代的时候并没有对佛教造成什么一个很大的危害。那么，如果这些佛像的掩埋既不是源于南北朝时期的毁佛运动，又不是因为金人南侵，会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泥土的掩埋中沉睡了漫长的时间呢？考古学家将碑记就埋起来了。
该是寺院的信徒为了修复前代的佛像而表明需要重新进行贴金彩绘的标志。然而，这种推测联系到佛像掩埋仪式的说法却并不合理。如果佛像已经残毁，那么在埋葬仪式前再对它们进行修复已经没有必要。那么，这些至今仍然散发着夺目光辉的色彩，为什么会留存到今天呢？